眼前这个男人正准备入室抢劫，正好碰到了独自在家的饥渴富婆。对方不仅不慌，还脱掉衣服，让他欣赏自己的身体。之后，富婆主动给他500万日元，表示想带他去不堪入目的旅行。旅行中可以随便打扑克，不带套也行。这就是这么幸运的劫匪，估计把你们看得眼馋了吧？事情要从头说起。劫匪叫小北，他生活不顺，打算上吊，可是突然感到饿了，于是煮了方便面，打算吃饱了再动手。结果电视里一个美女主播正好在北海道吃鲜美的螃蟹，他再看看自己碗里的方便面，觉得就这么死太不甘心，他想吃一次螃蟹再死，身上还剩2万多日元，去北海道的航班最便宜也要1万5，剩下的5000元勉强够吃一顿螃蟹。他在犹豫要不要借高利贷，痛快挥霍一回。图书馆里一个女人那的身形又让他心猿意马，这无尽的欲望差点让他忘了初衷。他失态的行为引来了大家惊讶的眼神，他赶紧准备离开，却不小心撞到穿白裙子的女人。道歉时，他注意到了她戴的1克拉钻戒，女人高雅的气质一看就很有钱。他突然心中一动，这钻戒卖了可以换好多螃蟹吧。一路跟到他家门前，院里的豪车印证了他的猜测。女人快进门时，他迎上去说他东西掉了，趁他一愣神，迅速冲过去关上房门。女人摔倒在地，他让她别反抗，交出钻戒就走。女人却整理好衣着，礼貌地告诉他，除了钻戒不能给，其他的都能答应，包括家里的500万日元。小北非常惊讶，女人叫他上楼拿钱，结果他一进房间，女人就开始脱衣服。小北想起自己当年也被冤枉，女友因此分手，结果做完运动也没事发生。女人名叫阿雪，她问小北是否因为欠债成为小偷，对方坦言自己是想自杀前吃最后一顿螃蟹。他突然感到十分愧疚，想去自首，但阿雪拦住了他，说他也想去北海道吃螃蟹，为何不一起去？小北怎么也没想到剧情会这样展开。阿雪说旅行完毕后会给小北500万日元，但为防止小北半途跑掉，他每天只取一点点现金。路上小北听说阿雪的丈夫是一名小说家，可经常在外地出差，留他独自在家。他琢磨不透，阿雪为何要和他这个厌世的人一起旅行。一边胡思乱想时，经过一个小镇，阿雪下车取钱时遇到了一个警察，小北一下子紧张起来。虚惊一场后，他才意识到阿雪是真心跟他一起来旅行的。晚上住进酒店后，阿雪主动拉着他做了大家都喜欢的活动。完事后，小北久久没法入睡，他独自走到阳台上，感觉一切如同梦境。楼下似乎传来自己上吊时的蝉鸣声，难道是死神在召唤？背后突然传来阿雪的声音，他告诉小北，没吃螃蟹前别想着死。小北苦笑道，他知道阿雪向他要了根烟，因为特别想知道那是什么味道。阿雪拿起了香烟，小北突然心跳加速，心中腾起一股强烈的冲动。如果那天没发现那只螃蟹，他这辈子都不会体会那弥漫烟草味的甜美之吻。第二天，阿雪记下了昨晚发生的一切，收拾好行李，和小北一起踏上今天的旅程。走在前面的阿雪忽然晕倒在地，酒店员工问是否需要叫救护车，阿雪坚持说她习惯了，小北只好抱起阿雪离开。新的旅程就这么开始了。阿雪开始担心小北无证驾驶，他向他保证自己只要慢一点没问题的，但他眼睛一直盯着那枚钻戒，因为这枚钻戒他才能遇见这个神秘的女人。可他毕竟是有妇之夫，早晚都要回家，漫长的旅途在前，他却不知道自己归宿何处。一个疯狂的念头闪过脑海，如果现在一起去死，就不用把阿雪还给他的丈夫了。随着车速不断加快，他脑海中又浮现了那段羞辱。一个女孩当众指认他是公交车上的色狼，没人相信这个孤僻的男人是无辜的，连亲生父母都觉得儿子丢脸了。多年女友也和他分手，自己彻底社死。他脑袋一片空白，突然前面冒出一辆车，小北差点撞上，旁边阿雪异样的目光让小北特别自责。阿雪不想麻烦小北，他发着高烧也不愿住院。小北背他回宾馆，问他需要什么，阿雪让他抱抱自己，他想感受下生病时被人关怀的感觉。小北能看出这个富婆平时有多寂寞，
抱住阿雪的瞬间，小北想起过去受尽世人冷眼，此刻他从阿雪身上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，但一路上的疑惑仍困扰他。阿雪明知道他要去自杀，为何还不嫌弃自己？翌日，阿雪奇迹般康复。他说今天坐船就能到北海道。小北没预料到这趟奇妙的旅行这么快就结束了，他婉转地问能否绕个道，先去其他地方看看。阿雪表示他卡里只剩70万日元了。小北突然有种说不清的感觉，但他还是决定去买张北海道的地图。阿雪像往常一样递给他钱包，然后又拿出了那本日记，记下了昨晚的一切。小北来到书店，看到书架上推荐的畅销书，作者名字是雪之一奇。他突然想起阿雪的全名叫雪之阿雪，她丈夫是个作家。翻开书，小北的猜想得到证实，作者出名前，妻子为了养家牺牲了自己，但是面对他如此付出的妻子，小说家却感到喘不过气，他最终离开了她，和自己的情人在一起。难怪阿雪说丈夫长期出差，很久没回过家。阿雪去办了北海道的船票。小北看着书，好像发现了什么，听见阿雪回来，小北赶紧藏起书。他调整好心情，决定和阿雪摊牌。你当初是不是为了寻死才跟我走的？阿雪愣了一下，然后冷静地对小北说，你难道现在才想明白吗？再过4小时我们就到北海道了。小北和阿雪的漫无目的的旅行很快就要结束了。走进房间后，阿雪说她想去甲板上吹海风，小北想在里头休息。阿雪独自出去后，小北又翻开阿雪丈夫写的书，她疑惑阿雪到底干了什么，让她丈夫感到窒息？难道是丈夫有外遇，她才选择自杀吗？小北突然觉得事情不对劲。阿雪一个人去了甲板，她是不是要跳海？小北飞奔到甲板上，发现自己还是晚了一步，生命中最后一个温暖的人从此消失了。绝望中，他缓缓爬上渡轮的栏杆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了阿雪的呼喊，小北这才清醒过来，冲上去紧紧拉住了阿雪的手，久久说不出话。他们回到船舱休息室，小北对阿雪说淹死鬼特别丑，所以想死也不要跳海。阿雪却说无论怎么死都不好看。他让小北实话实说，是不是怕死了？到北海道后，他可以坐飞机回东京，我剩下的60万日元可以分一半给他。如果心里还有遗憾，还是别去死比较好。面对阿雪的误解，小北表达了自己的真心。2个人好不容易走到这里，要死也应该一起去死，谁都不能独自离开，给另一个人留下孤单。阿雪听后有些感动，她希望小北也答应自己要快乐，一起笑着度过这难得的时光。他们用最纯真的方式许下彼此的承诺。回到房间后，用最原始的方式紧紧相拥。如果能在彼此体温中死去，这将是他们最后的幸福。阿雪看见地上的书，她终于明白小北怎么猜到她想自杀的。阿雪摸着书上丈夫的名字，带着歉意回想起学生时代，那个沉默寡言的他喜欢文学老师，因此才敢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。老师也被他的想法震撼到，同学们也悄悄议论，他每次上文学课就像变了个人。此时阿雪正美滋滋地吃着小北买来的午餐，小北随口问他会不会做饭，阿雪说她厨艺不错。小北脱口而出，很期待尝尝阿雪做的饭。看见阿雪一脸茫然，小北才意识到他们是一起到北海道寻死的，这是一场不归的旅行。他们最终到达了北海道的终点。小北认出这家店，这就是他当初在电视上看到的那家。这会是生命结束前的那顿螃蟹吗？小北和阿雪对视，等对方下决心。最后他们决定把螃蟹留到在北海的最后一个晚上再吃。小北拿出地图，选定最后享受螃蟹的地点。他建议去之内，因为那是日本的最北端，无处可逃，仿佛到了人生尽头。阿雪表示赞同，于是他们先找到了一家海鲜店。这儿的特色是鱿鱼盖饭，淋点酱油，碗里的鱿鱼立刻动起来。这样的奇景冲淡了他们的烦恼。那晚他们第一次在海滩露宿，在满天星光下度过了北海道第一个难忘的夜晚。他们紧紧牵住对方的手，感受对方的呼吸。第2天继续北行，前往之内。途经札幌，小北觉得阿雪心里有事。在宾馆洗完澡后，看见阿雪又在记那本笔记。阿雪洗澡时，
小北就拿出那本笔记本，但需要密码才能打开。她想起阿雪丈夫写的书，从书上找到阿雪丈夫的生日后，破了密码，她才知道阿雪原本打算这个夏天自杀，结果小北为抢钱买螃蟹，闯入家中，他让阿雪交出戒指，阿雪却在他眼中看到温柔。两人对视那一刻，心底深埋的感觉苏醒了。当得知小北要自杀，他毫不犹豫跟小北同行。阿雪详细记录了去北海道途中发生的一切。他为什么要记下这些呢？阿雪的很多话小北不明白，没想到阿雪突然走了过来，小北瞬间顿感尴尬，但好奇心让他忍不住问，为什么写这种日记？见阿雪不答，小北辩解说自己真的是想多了解你，才会偷偷看。阿雪冷冷地说，了解一个快死的人有意义吗？看来你还没有做好死的准备。小北默不作声，想抽烟，发现桌上烟盒空了。他出门去买烟，走了很久，突然被人碰了一下，小北才发现自己迷路了。他记不得酒店名字，而且1分钱都没带。天黑了还没找到住处，走进一个偏僻的巷子，小北实在走不动了，他又累又饿，身上只有一张酒店房卡，可是卡上没有酒店信息。这时2名警察过来，问他是不是来旅游的，要求出示身份证。小北说是来旅游的。警察追问他住哪家酒店，小北说不清楚，警察要带他去警局登记。小北害怕极了，神情开始恍惚，因为害怕警察，他小声说着不是我，突然就跑了起来。警察紧追不舍，小北钻进一条巷子，才甩掉警察。第二天清晨开始下细雨，醒来的小北发现自己坐在便利店的台阶上。这时店里走出3位漂亮的姑娘，其中的小美注意到了在屋檐下的小北。雨中狼狈的男人让小美想起了什么，她让2个姐妹先走，自己直接走向了小北。小北回头，仿佛看见了一个佩戴着十字架的天使。这时酒店里的阿雪开始整理小北的行李，她觉得小北并未决意自杀，但阿雪又似乎不相信小北就这么走了。饥肠辘辘的小北被小美领去了餐馆，她大口吃着，完全没有吃相。小北说找到酒店后一定还钱，但小美拒绝了。她说她刚来时也曾身无分文，流落街头，就在她快饿死时，有人帮了她。她也说了跟小北一样的话，但那人对她说，以后遇到同样困难的人，做一样的事就行了。小美认出小北的房卡，她把小北送到了酒店。临走时，小北又回来了，她把阿雪买的帽子送给了小美。这辈子她无法把小美的恩情转给别人了，这顶帽子算是对小美的报答吧。但当小北回酒店时却傻眼了，前台告诉她这张卡的房间已经退了，跟她一起的阿雪刚才一个人走了。小北只能再次流落街头，在蝉鸣声中昏睡过去。那熟悉的声音仿佛死神在召唤。阿雪并未走远，她此时来到一个教堂，想起自己当初向老师表白的情景，她答应那时顾虑重重的老师会一直守住这个秘密。这一幕好像还在眼前。这时旁边来了一位祈祷的女孩，正好就是帮助过小北的小美。2人立刻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回去的路上，小美主动向阿雪说起了自己的故事。早上她帮助了一个流浪汉，男人吃饭的样子像极了头饿坏了的熊。当年自己被这里的神父救下时，估计吃相也是那样。小美遗憾地说，可能再也见不到那男的了。阿雪敏锐地察觉到小美对他有好感。转眼到了晚上，小北饿得没力气在街上走，他发现路边有家卖螃蟹的餐馆，于是走进去点了一份，还点了一杯啤酒。但是看着煮好的螃蟹，小北猛然想起一路同行的阿雪。他和阿雪约定，螃蟹要留到最后一碗吃，而且不能一个人去死，不能留下对方孤独。他神情恍惚地起身离开，甚至没付钱。店主当然拦住他。小北吼道，他绝对不会一个人吃螃蟹，他让店主有种就杀了他。店主只能认栽。这时小美刚好经过，发现奄奄一息的小北。小北喃喃念着想死，然后倒在地上。恍惚中阿雪似乎又回来了。小北惊醒时，发现自己在陌生地，他认出了小美。小美递上便当盒，小北懊恨自己为什么总在关键时肚子他一边自责一边开吃。姐妹们把小美拉到一边，不会真的喜欢这种颓废男吧？小美却觉得这个男人懂得感恩。姐妹们依旧觉得他没救了，怪不得总上小北的当。
小北能清楚地听到他们对话，他不能再给人添麻烦了。正准备离开时，小美却叫住他说：“天这么冷，你出去有什么打算？”小北不知道如何回应。小美不理姐妹们的反对，非要带着陌生的小北回家。小北一觉醒来，发现已经是第二天下午。一个好心的女孩给他留了饭菜，还很贴心地留了一部手机。但他待在女孩家里，感觉确实有些尴尬。晚上手机忽然响了，原来是小美会所的姐妹们打来的。她们说小美已经喝得烂醉，希望小北去接她回去。小美醒来被吓了一跳，看清是小北后，她才放松下来。小北问她为何喝这么多酒，小美满嘴酒味地说：“最近店里来了很多年轻姑娘，她们业绩都超过自己了，所以今天她放纵一下。”她又问小北是不是也喜欢那些年轻姑娘，小北回答说自己没有。小美不屑地说道：“你们男人的嘴全是骗人的。”第二天，小美一觉醒来，发现床头已经备好了头疼药，小北还睡在沙发上，家里也被整理得前所未有的整洁。她情不自禁拿起手机，给熟睡的小北拍了一张照片，然后像往常一样去了教堂，竟然遇见了上次碰到的阿雪。她旁边站着个陌生男子，以为这就是阿雪说的自己在等的那个人。她打趣地问男子跑哪去了，怎么能让美女姐姐到处找他？阿雪忙说他们有事，随后匆忙离开。小美回来时，小北已经醒了。这时会所打来电话，店长通知他新保安辞职了，问小北能不能帮几天忙。小北果断拒绝了。小美说如果不愿意上班，那就把欠的钱还全。小北却说没钱，大不了肉偿抵债。会所的姐妹听说他不想工作，大家纷纷议论他是不是吃软饭的。领班进来说有个男客户一直在打听小美今天是不是上班去了。小美刚发现自己忘带手机了，小北捡起小美落在家的手机，屏保竟是自己的照片。他开始猜测这傻丫头在想什么。姑娘们又送走了几位醉客，他们突然觉得背后一阵凉，他们赶紧跑回去，却不知有人冷冷地盯着。小北决定给小美送手机，他的手机不停地收到短信，劝她今天别去上班。会所里一个身影慢慢靠近，大家以为是新顾客，小美却感到一阵冷意。那人突然抽出一把小刀，怒吼着说小美勾引了她老公，不由分说地扑了上去。会所的人全都吓呆了，小美的手被割伤了一道口子。失去理智的女人突然疯狂扑向小美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小北及时赶到，冲上去和女人扭打在一起。女人被赶跑后，店长连连夸赞小北干得好。现在没人再觉得这个男人靠女人养。回到家里替小美上完药后，小北正准备去收拾药箱，小美从后面抓住了他，骑到他身上，用身体表达感谢。与此同时，为啥丈夫的朋友带她来酒店，果然男人没个好东西。朋友急忙拦住他：“你老公出轨，早就离开你了，为啥还执着于他？你不知道我一直喜欢你吗？”阿雪故意挑衅着问他：“你愿意为我去死吗？”朋友惊愕，他终于相信阿雪来北海道是为了完成丈夫小说的结局。小说里妻子杀了出轨的丈夫，他劝阿雪不要冲动。阿雪嘲讽道：“你居然关心情敌。”隔天阿雪最后去了教堂，再次偶遇了小美。小美好奇她的男伴去哪了，阿雪告诉她，那个男的不是我找的人，我明天也要走了。两个相见恨晚的女人最后一次聊了起来。小美惊讶地发现，阿雪要找的男伴竟然是自己捡到的小北。小美心情顿时五味杂陈。小北这时醒了，看到小美留的纸条，上面写着想好好聊聊他们的未来。小北脑海中开始浮现出一个幸福家庭的画面。就在这时，小美的电话来了，要小北参加一个聚会。这次小北没有拒绝，聚会中的姐妹们热情地和她打招呼，现在大家已经把她当自己人了。小北在姐妹们中感受到了久违的温馨。一个姐妹说小美也是离家出走，所以觉得小北和她一样不幸。很快小美打电话让小北去接她。小北到了地方，身穿礼服的小美优雅地走出来，小北瞬间被她的美貌惊艳了。小美本打算单独请她吃饭，小北有点不好意思。小美说这是感谢她昨天的救命恩。她又问小北觉得刚才那群姐妹如何，小北说都挺不错的。小美说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开开心心多好。她顺势建议小北考虑来上班。见小北还在犹豫，小美说
你现在可是姐妹们的英雄。小北突然说自己毫无意义，看见对方情绪激动，小美急忙抓住他的手，她终于鼓起勇气告白：只要你愿意留下来，我愿意陪你一起过日子。小北对小美坦白，自己是想自杀才来北海道。最让人难以原谅的是，他在自杀前抢劫了一个陌生女人，但是那个女人仍愿意陪他去北海道自杀，所以他得找到那个女人。小北惭愧地准备离开，小美追出来紧紧抱住他，他不在乎小北的过去，只想和她在一起。但小北仍决定去找阿雪，因为他让阿雪来北海道自杀的。小美问：你找到他后，是打算和他一起去死吗？你真的觉得活着比死还痛苦？小北顿时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他明白，这个善良的女孩也有自己的悲伤往事。小美的真情让他感动，但他清楚阿雪肯定会自杀，他不能抛下那个发誓要一起走的人。于是他向小美保证自己一定会活下来，他一定会找到阿雪，阻止她自杀。小美终于向小北说出了真相。阿雪现在在山上一间教堂里，看着心爱的人远去的背影，小美忍不住了，她痛哭失声。也许爱情自私，但爱是成全。小北一路狂奔赶到教堂，里面却没人，他瞬间陷入绝望。阿雪推门进来，久别重逢的两人紧紧相拥。小北激动地承诺，再也不会让阿雪等他了。他们驶向人生的最后一站之内，途经一小镇，两人一起品尝当地有名的海鲜盖饭，久违的欢乐又回来了。吃完饭，阿雪带他去了海洋公园。小北忍不住问阿雪，为什么不问分开后的情况？你真的不关心吗？他主动承认最近和一个姑娘待在一起，阿雪却毫不在意。小北才发现，他根本不懂这个女人。当年阿雪独自跟老师去了东京，但婚后生活并不顺利，丈夫的书卖不出去，存款几乎花光了。面对生活的巨大压力，丈夫打算放下小说出去找工作，但阿雪却坚持让丈夫专注写小说，表示家里的钱她来想办法。就这样，妻子失踪1个月后，带着大笔钱回到了丈夫身边，并拿出记录着自己在消失的1个月中所行所想的日记，打算用这些内容帮丈夫演讲。果然如愿，丈夫因日记原型而出名，成为畅销书作家。但妻子阿雪并未因此开心，冷冷地对丈夫说：你不该止步于此。以前痴情的她，现在像冰冷的雪女。妻子的牺牲成了丈夫心头的重担。回到当下，两人到达酒店，正当他们准备亲热时，阿雪接到了丈夫朋友的电话，表面上是提供丈夫的行踪，实际上却把阿雪的一举一动全告诉了她丈夫。得知情况的作家却不惊讶，即使面对妻子可能的危险举动，也毫无波动。原来作家心里面对即使自己出轨仍然相敬如宾的老婆，他心里无数次想自我了结。老婆的无声抗议让他无法呼吸，他觉得自己只是女人痴迷文学的工具。也许如果自己写不出小说了，连被杀的价值都没有。小北凝望着海岸线，仿佛那就是世界尽头。从初次相遇到旅途终点，这一段很漫长，却又像转瞬即逝。阿雪郑重向小北表达感谢。住店期间，他们遇到了一对新婚旅行的新人。阿雪看着新人发呆，北问阿雪是不是有心愿未了，阿雪却说明天准备好吃螃蟹。虽然阿雪不再多说，但看着他的背影，小北心里明白，吃蟹后必然会死，但他仍然想改变命运。阿雪渐渐停下脚步，原来能够让阿雪驻足片刻的竟然是婚纱。小时候跟着作家四处奔波，不但没结婚，甚至没敢想过婚纱。如今丈夫光荣返乡，却早已是物是人非。也许这辈子自己与婚纱无缘。小北察觉到阿雪的失落，无意间闯进了婚纱店，想为阿雪挑一件婚纱，但因为不是营业时间，店员礼貌地说抱歉。阿雪拉着小北的衣角尴尬，但此时小北却坚定地表示，他想看阿雪穿婚纱的样子，并谎称阿雪时日无多。见此情景，柜员也不再推诿。一会儿，穿着婚纱的阿雪出现在北面前，洁白婚纱衬着她羞涩的脸。看着慢慢走来的阿雪，小北紧张的不知该放哪双手。此时两人仿佛一对新婚夫妻，就连平时冷若冰霜的阿雪，此刻也难掩心中的喜悦。小北牵起阿雪的手，毫不吝啬赞美之词，然后把阿雪抱在怀里。那个冰冷的阿雪此刻眼眶红了，明明没有什么壮举，只是阿雪陪在身边，却让小北感到非常幸福。也许幸福
就是和珍惜的人一起度过平凡的日子。但正是这种触手可及的幸福，小北不知道阿雪是否能感受到。他在脑海中幻想，阿雪吃过螃蟹后，可能不会再想去死。但显然他低估了阿雪的冷漠。回到房间，阿雪问小北，还有什么地方想去？小北的心脏像是被猛烈撞击一般，冲过去紧紧抱住阿雪，不停在嘴里念叨哪也不想去。之后还发生了一场灵魂交换。这期间，你真的没有哪怕一瞬觉得活着挺好的吗？看着沉默的阿雪，小北很生气，到底是什么让你非死不可？这话似乎打动了阿雪。他说，我喜欢你了，所以我们明天吃完螃蟹一起上路吧。长途跋涉之后，小北终于尝到了盼望已久的螃蟹。即使生活有很多失落，但这顿螃蟹宴仿佛让一切烦恼都变得微不足道。两人沉浸在美食中，似乎忘却了一切不开心。单纯的小北希望阿雪也能记住这美好的时刻，而放弃自寻短见的念头。但吃完饭之后，阿雪却说该出发了。小北明明决定阻止他送死，但当死亡临近，他想不出好办法，只好卑微地请求阿雪再拖延一下。他们还有许多美好没体验，还有许多美食没尝试。如果钱不够，自己会去找到方法，即使要用自己的五脏六腑去换。只希望阿雪能获得真正的幸福，希望我们能活下去。但这些稚嫩的话语，在冷漠的阿雪眼里只是笑话。看着失去赴死信念的小北，阿雪坦白道，与你的这段旅程不过是为了给丈夫的小说找素材。从前我一直崇拜着丈夫的才华，即便被无数次背叛，我依然深爱着他。丈夫也心知肚明，可他即使厌恶，我也无法离开。重回丈夫笔下的诗句，是我最后的心愿。说完这些，我便转身向大海走去。小北拼命阻止，阿雪却只留给他最后一笑，然后毅然决然走向大海。阿雪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终点，看着奄奄一息的女人，小北却无法陪在她身边，因为她还有未完成的任务，那就是把阿雪的日记交给她丈夫。小北翻开了阿雪的日记，和阿雪相处的回忆一一浮现在脑海。他终于在日记中看清了阿雪的真面目。当初相遇时，有种莫名的兴奋，愿意和自己一起赴死，更让自己觉得眼前的男人又可怜又可爱。但自己渐渐的在小北的目光中看到了一丝不同，在小北那生机勃勃的所求中，自己更加坚定独自赴死的决心，内心深处也希望对方能活下去。小北的温柔让自己忍不住想要说出真相，但那样可能马上失去对方。自己已经完全迷上了小北，私心想让小北陪自己走完最后的路。自己不断压抑即将爆发的情感，继续扮演冷漠的雪女。看到这里，小北早已泪流满面。最后那句谢谢你陪我走到终点，更是让他歇斯底里大哭。转头，小北终于见到了阿雪的丈夫，北将作家带到了阿雪自尽的海边，指着大海说那就是阿雪的归宿。但得知阿雪死讯的作家却反常冷静，仿佛心中有种解脱。见作家自问日记的下落，愤怒的小北命令作家与阿雪离婚，狠狠把菜刀插在作家身旁，仿佛束缚阿雪的诅咒也在此刻被斩断。得知阿雪还活着，作家长舒了一口气。那把菜刀唤起了作家和阿雪最开心时光的记忆，但也仅是回忆。看到作家拿到日记，朋友兴奋地说，这就是我们积累的宝贵财富，一定会创作出登峰造极的作品。但作家还是把日记扔进了火堆。看起来作家终于从阿雪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。完成阿雪遗愿的小北回到了她身边，最后拿出了一直没敢送出去的戒指，轻轻地戴在阿雪手上。曾经的愿望就在眼前，却又好像遥遥无期。悲伤再次袭来，小北全身颤抖。昏迷中的阿雪似乎听见了北的呼唤，竟慢慢睁开了眼睛。见阿雪醒来，小北兴奋地像个孩子，两人不约而同笑了。这是阿雪第一次毫无保留的在小北面前展露真实的自己。阿雪平静地说道，她已经在丈夫寄来的离婚书上签了字。小北困惑地问阿雪，想清楚了吗？阿雪眼眶泛红，缅怀那个曾经深爱作家的她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在昏迷期间，脑子里闪过的全是小北的影子。与北一起的旅行总是那么愉快。小北拉起阿雪的手，深情地说，在夏天结束之前，让我们完成这次旅行吧。听说喜欢夏花的人会在夏天逝去。小北带着闭眼的阿雪来到他们旅程的终点，那是一片每年都开不同颜色的花海。小北满脸笑容地说，
以后每年我们都来看花海。夏天到了，我们去吃螃蟹。意外的幸福，现在真实的摆在阿雪面前。阿雪像是重获新生，变回了那个曾经渴望爱情的少女。